好了，嗨，弟兄姐妹平安啊！欢迎来到国度显六学院。今天讲的课程是改善社会课程第9课啊，第2集了。好，刚才我们上第1集，这第2集觉得确定是有声音哦。OK， 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国家政府的目的，有吗 ？OK， 好，罗马书第13章第1到第4节哈，神造政府用来就是服侍正义。当政府顺服神的原则、权柄之下，成为神的仆人；当政府想代替神的位置的时候，就成为偶像。哇哦！好，我再想一想，你知道吗？这个本来神造人是没有政府的，政府出现是因为人的堕落，人堕落败坏，没有自律。人越来越多会乱，那重点就是要有政府来管理，都代替神来，奖赏行善，惩罚行恶。对，你就算今天10个基督徒在一个房间里面要做一些事，你马上就要组织，何况是100-200万人，或者是几千万人，而且就算1人在一起，也是需要一个政府来治理。OK， 要游戏规则要讲清楚，懂了哈？这个政府，所以当时人还没堕落之前，是神直接管理，自律的人不会去伤害别人，不会去骗别人，对，都是良善的。人一堕落一犯罪，哇，有私心，对不对？好，就开始所以需要有一个制度来代替好像是来管理这一群野蛮人 ，OK， 好，美国宪法前言。美国宪法前言显示出圣经中政府的目的。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公平和正义，保障国内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人民的一般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和我们后代的从自由中得来的幸福，为美利坚和众国，就是 America 美国 America 美利坚共和国，什么？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OK， 好，政府是要什么呢？政府是要树立公平树立公平和法律和秩序。彼得前书2章14节。死刑是保障人的生命，创世纪9章6节。哇，废死！人民，你的国家想可以废死，就你为所欲为，然后可以废死，但是死亡是神最后的审判。你死了之后，你的灵魂要跟白色大宝座死刑，逃不掉，懂了哈？逃不掉了。人没办法为所欲为，你这一今生为所欲为，你死了面对神审判，哇，要交账。所以，对你情愿在 OK， 现在是这样，家里不受约束管理的，公司管理；公司不受约束管理的，国家管理；国家不受国家管理的，死了之后神来管，逃不掉的。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想得美 ，OK。好，第2了，政府的是要什么？第2是保障国内安宁。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第3，建立共同的国防。罗马书13章4节。国家是这个掌权的是有配件的，没错。OK， 好，第4了，增进人民的一般福利，不是指供应特别服务。罗马书13章4节，哥林多前书10章26节，传道书5章19节，完成人民福利就是要保护私人产业的权利。好，第5了，5确保从自由中得来幸福、信仰、言论、聚合、财产，这些是神所赐，而不是国家所赐的。他所谓的信仰自由，早期美国的这个信仰自由。不是说任何教什么教什么神论什么的都信仰自由，不是，那个他是我绝对不允许的。对，是在讲在圣经不同宗派，因为当时英国国教是某些派系的话，他会逼迫另外一个基督教的派系。对，
就是比如说这样，就现在也是这样子。如果今天你这个总统当选，你是浸信会，你逼迫林恩教会，我说林恩教会你逼迫什么东西？他这个信仰自由是在讲你不逼迫。不是说你是摩罗叉教什么东西教什么教，然后自由什么？不是，他们不是允许这些。而且当一个年轻人或者任何人在美国法令，当时200年前了，在美国的法庭里面，你说我不相信有神，法官会说，那你连做人都不如了，因为连这种最基本的。有神创造一切的这种概念都没有的话，你真的连做人都不如，就不审你，把你丢进监牢里，直接丢进你懂什么？就是说，不是言论自由，不是说我要讲什么都讲什么都不是，你可以表达你所想，但是在某些你的这个什么，就是你的言论，你的水准哦，对，人生基要水准就是神造万物，神。这个就是有基本的，所以当时的异教徒的世界观是拥有圣经的，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现在很多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埃及世界观。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时美国建国的程度跟现在所谓的基督教的程度是差。对。就如同以前的黑带初段是练了10年才黑带，知道？现在是1年半就搞定了，连侧踢踢得不好就可以变黑带。真的，我现在带一些黑带，就是他们说，我看我这样的踢，哇塞，放水用钱不要干嘛一个黑带吗？到了哈 ，OK， 好，这样不同的圣经原则。韩明老师是5点钟吗？都可以吧，5点 OK 好。不同的圣经原则中的政府，好，请。钟弟兄，从经文中建立政府和制度的必须原则。第一，创造者所赐的权利，在创世纪第1章16、27、第9章第6节说，人是照神的形象所造，人是有传下来的价值和尊严。神已经赐给人某些权利，他要与人和每个政府都明白。圣经中显示出神是给人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拥有产业土地的权利。不可杀人，出埃及记20章13节就是生命的权利。绑架的必要处死刑。这个出埃及记21章16节自由的权利。不可偷窃。出埃及记20章15节就是财产的权利。圣经中还有许多其他权利，都是神所赐国民必须要了解到，神是我们权利和自由的创始者。杰弗逊说，神赐给我们生命，同时也赐给我们自由。如果国民脑中没有这点真理，国家的自由可有保障呢？政府也不可以也不可能给予权利，只有神才能给人权利，政府也没有权拿掉人的人权。依照美国独立宣言，造物者赋予人若干不能出让的权利，为要保障这些权利，人民之间成立政府，依照圣经中原则成立的政府，将保障国民被神所赐的权利。好，第二了。这个是不同圣经原则当中的政府，看看这里，我们是到哪里？不同原则 ，OK， 下面那边，对，第一个是造物主所赐的权利，倒数第2，每一个人被造的时候是平等，左手边，对，看到没有 ？OK， 好，请念，写的，每人被造是平等的。一个有圣经原则的政府必建立在基督教人和政府的权典上。其中一个就是每人被造是平等的。经中说神一视同仁，使徒行传10章34节，在旧约经中，每人都有平等接受公平和法律。那每人怎样平等呢？不在才华、能力上、金钱上、财富上平等，而是每个人在法律下都是平等的。对呀，在法律上面都是平等的，不是说。要平等的话，把钱分给大家平等啊，不是共产平等，这个是抢夺努力的人给予那些懒惰的人。这样的话一点都不叫平等。
懂了。第三，基督教品德是圣经原则政府的基本根基，美德、道德是好的政府和人类快乐的要素。无论政府外形制度是多么好，将只有短命的期限。如果没有基督教内在的力量，基督教品德不单是对政府职权者，基督教品德不单是对政府职权者的为重要因素，也对人民有重要的根基。当国民有坏品格犯法的时候，征税而降低投资机会，懒惰会导致商业经济衰退，将毁灭全国。哇哦！所以基督教的品格是圣经原则政府的基本的根基，基督徒的品格。OK， 第四了，好，钟弟兄，自我管理和同意权。耶稣革命性的政府观念就是政府的存在是要服侍每个人。在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政府不是为了贵族或特权民族而存在的，而是为全国人民。因此，全国人民被造平等，人是重要过政府内在力量。内在力量含动力，而动力不是从政府流出，而是从内向外流出，这就是自我管理的原则。美国独立宣言，政府的正当的权利是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政府只能保障人民由神所赐的自由。圣经和历史显示，当人自己还在神之下管理自己，不在神之下管理自己，别人将要来管制那些统治者，通常变成独裁者。好 ，William Penn 说，人必被神管制，否则将被独裁暴君来管制。哇哦！你自己不管你自己啊，别人就管你了。人起初被造是在神里自律的，当人犯罪后失去自律的能力，结果就变成中央集权的政府，如同巴别塔一样。当摩西律法出现时，神期望设立以色列为一个在神律法之下自律的社会。政府因经由人民同意而组成，是从以色列开始的。在历代志上11章3节，当人民失去自律，中央职权形成，最后以色列被外邦统治者来管。耶稣来世重建自律的能力，然后延伸到政府、个人、家、教会、公司，乃至到国家。早期 Anglo-Saxon 就是这个北欧的 Anglo-Saxon 如何接纳自律的政府和经由人民同意的体制系统。早期美国政府自律原则大部分是从清教徒之分离主义者或独立派神学所得到的，首先实行在教会中，然后实行在政府，借着 Samuel Rutherford 1644和其他人在16世纪早期，没有听过经由人民同意所建立的政府和宗教领导者，你必须去到你家附近的教堂，没有选择，你必定要喜欢你教会的领袖，政府官员你也无选择的机会。独立派清教徒看见这样跟圣经的原则不相符合，这不是神要的教会。教会是教友被神所造，立约在一起，因此独立派者离开英国教会，自立教会。美国五月花传的五月花盟约在1620年是首先看见经由人民同意建立盟约，然后延伸到美国建国的宪法内。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内，每个人必要自律。James Madison， 我们将整个国家的未来文化不放在政府的力量，而是放在人民有多少能力来自我管理、自我管束、自我约束。依照圣经中的十诫，
来管理自己。美国近年已失去了自律的能力，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成为集权。政府越有中央权力，人民自由将越有危险。地方好，继续。好，要不然够了。好，接着。好，地方政府要有更大的权力，中央政府权力有限。政府是经由人民同意而建立，必须与人民间保持亲近关系，这就可以监察官员的行为。Jefferson 说到，美国宪法如何实行这原则？我们宪法的真正理论是最有智慧、最好的。当所有政府被华府吸引成为中央集权时，政府就失去了平衡的功效。政府将成为就像我们所脱离从前的民国政府一样，压迫人民。在天下那些政府是毁灭人民自由和权益。在天下哪些政府是毁灭人民自由和权益的呢？就是集中所有照顾人民的责任和力量在一种中央集权的政府内。最好的方法是将力量权柄分散，再分散，进入小共和的体制，这才安全。好，像那个新加坡 ，OK， 一个执政掌权的是强势的，他是强势的好人。那用这种集权方式，在强势的好人的就 OK， 但是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哇，是坏人的话，就强势，你就被逼迫了，对，懂了哈。但如果你今天在一个这个安全期，你要不是一个人好而已，你要群众人民都要好，有知识，那就确保大家的安全了。只有一个聪明，全部都是笨蛋，那好处是他会为你而想。他一下去过去了之后，下一个人上来是个笨蛋，全部还是笨蛋，那就20年过了，又是好，继续。第5了，人民代表 representation。自律原则让我们了解每人该参与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在神的统治之下，人民是政府力量和动力的来源。因此，圣经原则的政府是有民主的根基，但完全的民主将带来不良后果。完全民主制度需要人民直接指导政府，但混合制度是由人民代表方式坐在政府里监督和执行。人民代表方式的政府是从希伯来国开创的。摩西对人民说：“从你们中间选出有智慧和分辨判断能力的人，尊敬神的，爱好真理的，那些憎恨不义之财的，我将指定他们成为百夫长、千夫长、50人的、10人的，在你们族内。”申命记1章13节到17节，出埃及记18章21到27节。好，圣经当中的领导者的品格的需要的要求，好，请说。是1要有能力，2要敬畏神，3要爱真理，有智慧，有辨别，有判断力，有圣经的世界观念。第4不爱不义之财，有基督品格和动机正确。5要有经验。哇，这种人很难找，不要好难找。OK， 好。人民代表的制度。人民代表制度中每位国民的责任：1收集候选人，基础于品格和能力；2教导这些代表；3选出代表。好 ，Noah Webster。OK， 好，请那个周立兄。Noah Webster， 当你有权来选出人民代表时，记得神要你所选出的是公正、敬畏神的人。整个共和制度的成功和失败，在这个关键上，如果人民选出的是没原则的人，政府也将被污染。所立的法令将不是对人民有良性影响，而是自私的，或是使某种特权得益处。然后无能的人和没原则的人会被指定成为执行法律的。公众的利益、人民的钱就被这些无价值的人浪费了，人民的权利也被夺走取消。如果一个共和国的政府无法再保障人民的幸福和丰盛，那一定是因为人民忽略了神的命令，选出一些坏人来立法和执政。记得不可信任有阴谋的人。如果要选出人民代表的权利，必要有自由选举和时常选举的机会。这些选举
会不只是那些执政者在选举时推荐出来的人，我们也有权推荐出我们自己的人。在美国是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我们也必须要有聚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大众传播的自由。好，暂停一下。你知道吗？我参加了管委会哦，大楼管委会140户选出大概7、8个委员。过去这6年，我就学了很多的功课，但是要治理这140人哦，要不140户哦。哇！当选举来临的时候呢，他就暗中背地了，是选举哦，民主制度哦，对不对？拉票，拉票之后呢，你要票数要够才能进去。第一个，所以就是就如果今天你说了天花乱坠，然后大家投你，如果大家是笨蛋投你，你进去有野心，就是要争取的利益的。然后他就说了，我可以为你们跟建商争取多少钱。你就投我了，对不对？好，投我进去了 ，OK。所以真的是这个的小这样一个大楼里面的管委会的运作，就可以看到人心的贪婪、败坏、软弱或者是什么制度，这个是真的看得很清楚，对啊。所以感谢主 ，OK。好最后我们这这分散权力，念完这个分散权力，后面的话我们留到下个礼拜再讲。好，分散权力 ，separation of powers， 就是说三权，美国是3权分立，台湾是这个5权分立 ，OK。好，圣经的政府观点中，我们必须承认人是罪恶堕落的。当人有能力为大众服务时，他也会自我中心。因此，平衡的和有限制的制度必须建立，防止独裁现象。当人有权利时，可能会出现污染。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James Madison， 政府是反射出人民品质的最好工具。如果人们良善正直如同天使，就不需要有政府的存在。对，如果天使来管制人类，不需内外在限制。要设立一个政府以人来管人的最大困难是：一、给予政府有力量来管制人民；二、强迫政府需要管制自己。在此，管制的和被管制的要设立一种权力平衡的方式。每个政府有3种基本功能：一、立法设立法令；二、行政执行法令；三、司法解释法令。以赛亚书33章第22节显示出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审判我们的；二是给我们设法律的；三是我们的王。所以单是这个以赛亚书33章第22节，就是3权分立的榜样，就是圣父、圣子、圣灵。OK， 因为神是完美的，他可扮演3个角色，人就没有办法了。1748年《法律的动机》一书内，作者说到这3院必须分开，避免独裁出现。Madison 将所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集中在一人或少数或一群人的手中，那就是等于独裁。好，暂停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感谢。怎么样啊？厉害吧？我已经不行了，帅。在大学你都学。